爸，这怎么收场啊？你是说，那个副旅长担心的泄密的问题，对吧？对。我们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，不就行了吗？你哥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梁红啊找了一些部队的相关专家，我这里也有一些专家，到时候你联系一下，然后我们组织专家开一个会，研究一下，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，解除他的心结，这件事情不就完了吗？另外，你一定给人家领导道个歉。行，我确实有点过激了，找个时间，我去给他道个歉。对了，爸，关于这个梁红，我帮您打听了一下，上尉军衔，博士毕业，最重要的是单身。你帮我打听了？谁让你去打听？我帮您锁定未来儿媳妇儿啊！您不知道，他们两个中间有一种默契，很特别的感觉。你哥和梁红是在一支部队，啊，不太适合建立恋爱关系。为什么？军人也是人，部队有没有规定同一支队伍的两个军官不能谈恋爱吗？你懂什么？啊，一个营长，一个参谋，万一仗打起来了，两个人的意见不统一，啊，那这支部队怎么指挥啊？这不没打仗的吗？谁能保证明天战争不会到来啊？爸，您别老吓唬我行吗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你懂吗？爸，您发现了吗？一说到部队，您这架子立马就端起来了，跟马上要冲锋陷阵一样。如果来看这几件小玩意儿，我们就组建个团队，那来的太没架势了。但是刚才啊，你们上级领导跟我说，这是部队新制作战力量起飞的地方，所以啊，我就觉得这意义就不一样了。刚刚两位地方技术专家已经做出了鉴定，你们可以放心使用，没有后门。至于数据采集、主动权，甚至是生杀大权，全都掌握在使用者手里。徐教授说的没错，给咱们提供产品的每一个厂家，都是有国防生产资质的单位，一句话，都是自家人。所以说啊，可以放心使用。其实以这种技术层次模拟的仿真训练，只能解决最基本的合成模式。一句话，就是刚才郭营长给大家介绍的价值魔方的初步理念。但要形成有机的整体，就必须逼出装备和人员的真正的内在价值。但是价值的体现又取决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。刚才我和徐教授商量了一下，把我们现成的一个用于仿真训练的研究成果搭建到你们这个平台，从而全面提升心智力量和传统装备的合成效率。对，免费赠送，分文不取。哎呀，那个太好了，感谢各位专家的释疑解惑，传金送宝啊！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是留下的教训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。没错没错。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这件事情和现在的程序倒过来，重新走一遍，那结果会不会更好呢？通过刚才那一刻啊，我是感触很深，感慨万分，我深受教育。索副旅长，哎，是我年轻气盛，涵养不够，
不懂事儿，欠调教。那天说了一通没有涵养、没有礼貌的话，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姑娘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不好意思了。别，您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没有脸起来。不是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我希望你也能原谅我啊。没有，咱们握握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首长认识。好，首长，我年纪轻，经验不够，但我很愿意为部队的国防建设做服务。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继续合作。你这个小丫头，你还要什么机会？一大堆合同等着你签呢。这么说您同意啦？哎，你可别给我下套啊！哎，我可没那么大权力。专家们来之前呀，我们就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。只要专家们论证可行，并且签字画押，最重要的啊，要试训成功，这合同马上可以签嘛。我们的首长真是太可爱了，比死板教条的郭子健可爱多了。报告。那个首长，我明白，那个玉凤营是重点建设，但我们巨凤营，行了，我就知道你会跳出来啊！你放心，预算少不了你们的。谢谢首长。啊，行了，开会。好东西，这套模拟训练系统确实是好东西。刚才用完以后，真的有一种100万雄兵尽在掌握的感觉。这回你就请客了吧？请，说吧，你想吃啥？哎，我听说出发之前，嫂子给你装了几瓶自己做的泡菜。大肉，免谈，啊！我告诉你，别惦记着那几瓶泡菜，那是你嫂子留给我的啊！那不行，那么小气呢？你快赶上刘望远了，赶上。你怎么知道我那儿有几瓶泡菜啊？啊，郭子健，侦查我？啊？说，是谁？谁告诉你的？秘密，很秘密。怎么着？不比划2下子，你是不肯说实话是吧？打得过我？打不过也得打。再说谁打不过你？张营长，梁参谋，你们聊，好东西，真的是好东西。哎，泡菜分我点啊！免谈。怎么了？事情已经完事儿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带陈小山去爬山啊？爬什么山？你忘了？你承诺过的。我承诺过吗？啊，忘了。那人已经走了，无所谓了。如果你这样，女孩子会生气的。哟，你还懂这些呢？我怎么就不能懂了？我之前有一个师兄，他的女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他分手的。是师兄吗？是啊。啊。哎呀，你不用操心这些，我跟陈小山不是那种关系，所以不存在。报告，进来。首副旅长，玉凤营结合模拟训练，探索价值模仿科学运行的训练实践已经被战区陆军给转发了，您看一下。估计啊是梁红转给的梁副军长，然后由梁副军长推荐的。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啊？您知道啊？旅长推荐的。旅长？哦，那我明白了。旅长也是作训处长出身。那上下军事口的关系，他自然熟络。没有根据的事儿，别胡说八道。你说你一作训科长，你把精力放在你自己的业务上。知道了。可是
这动静都闹这么大了，集团军那边这后面总得有什么动作吧？你也闻出味儿了。看来这检验成果的大战就要上演了，抓紧准备。是，去吧。梁才，咱们要不然晚饭之后再弄个幼儿会餐呢？当时事当时毕，晚饭之后还有晚饭之后的事情呢。梁三，你说你每天哪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？喂，爸。爸，你先别急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马上就请假，今天晚上赶回来。好，拜拜。梁三怎么了？我妈突发心脏病，现在在抢救。不是梁三，你别着急，那个不是梁三，那个这律同志们，刚刚接到战区的连指敌情通报，敌方2个营的兵力配备无人机和空突装备，将在12个小时后对我方防区范围之内的咽喉重镇董家镇发动偷袭。为了保证集团军后方的安全，同时为了防止敌方以此作为切入点对我方实施分割包围，我命令御风营准备兵力兵器，迅速向董家镇方向机动，务必要在敌方到达之前抢占董家镇的镇政府。这不仅意味着你们今天晚上的会餐取消了，而且需要你们以昂扬的斗志、犀利的战法去迎接这次战斗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报告。杨，首长，请问我们的对手是谁？无可奉告。准备吧。战。全营都有，由营部参谋和各连主官外，其余所有人员立即返回，按战备级别需求完成物资、装备以及个人的准备。随时班立即准备干粮，并于机动途中完成分发。是，全体都有，向右转。杨红，杨红，到。立即确定董家镇地理位置，并使用北斗系统完成精确定位，同时要完成机动路线的动态侦察，以及要考虑夜间机动的需求。所有新制作战力量立即启动战备等级转换。是。一连到。命令你一连侦察、电抗、火力、防空等配属兵力立即启动1级作战响应，于20分钟后作为先遣部队立即出发，并注意随时与我营址保持联系。是。杨文雷，到。命令你率领特战排单独行动，立即出发，路线自选，方式自定。到达董家镇外围后，立即向我报告。是。特战排向右转，跑走。2连、3连以及其他所有辅助兵种等候命令，听我随时调遣。是。同志们，虽然最近训练不错，但是我发现其中有些同志似乎对我的命令不太服从，这是不对的。我本人是军事指挥系的硕士，参加过集团军、战区陆军和战区组织的大小演习30多场，是战区通报表扬的优秀参谋人员。连长，出发时间到了，有话路上讲。总之一句话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自行其事。报告，营部曾慕涵参谋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王连长你好，我是营部参谋曾慕涵。
营长让我们配属1连一起行动。是你配属我，还是我配属你？1连是主攻连，当然是我们配属您了。这隶属关系搞清楚了吧，事儿就好办了。我以为营长派个钦差大婶过来。汪连长说笑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全员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出发！加油！加油！走！快跑！走！吴振华，到！你们参谋组干什么吃的？信息上全是网页，为什么不整理出来？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，我现在马上整理。梁参谋，到。参谋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如果你忙不过来，应该把任务分发下去，不能耽误事儿。明白，是我的责任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事。好了，信息已经发过来了。董家镇原先是一个矿区，以流动人口为主。早几年这个地方的煤采完了，人也就基本走得差不多了。据说现在的镇政府只留守了2个看门的。这个矿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地下网络非常复杂。在这种地方进行对抗，手脚挪不开，这仗不好打。对手的信息暂时没有办法收集。那就边打边收集。是。首长，刚才集团军作战指挥中心来电，远程观摩系统的各个战点已经认同了。战区陆军和集团军机关，以及2个院校的相关专家，还有张教授，都已经在各自的观摩系统就做观摩了。好啊，科技真是个好东西啊！你通知马明国，请他配合，全程无死角地盯住各个参演的部队。这回我们要好好解剖一下玉凤营这只小麻雀。是，我马上通知。好。1连，报告1连，王庆林。接导演部通报，敌方一部分兵力已经向董家镇摩托化机动，命令你1连加快机动速度。是。命令全连加快速度。是。当前的速度已经够快了，郭子健居然还敢加速，这小子有种。张教授，今晚把我们叫来，这次演习是不是有什么讲究？有什么讲究，要等到演习结束以后才有答案。弄这么大阵仗，跟谁打？只知道让我们抢占董家镇，其余一概不知。蒙眼对决啊！不过凭你龙远山的手段，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知道吧？一个几乎荒废的小城镇的攻防作战，展不开战役级别的决战，而且只让我们出动2个营的总兵力，所以我推测，对手应该是一个合成营。现在能拿出来跟你过招的合成营，也就那2人疯了。报告。陆队长，还真让你猜对了。郭子健的玉凤营，能被你称得上对手的可不多。这个郭子健，我可是久仰大名，这回就让我好好会会这个传奇人物，看看他是真英雄，还是假好汉。这是玉凤营成立以来跟我们黑曼巴的第1次作战，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。
高步兵一连已登记完毕，请指示。出发。做排注意，前方路口下高速，换行国道。连长，为什么要改行国道？你看，从地图上看，换行国道我们可以节省20多公里的路程，这样才可以按时到达。看这速度啊，真够快的。马司令员，哟，首长来了。首长，这么晚了，您跑到我这儿来，有什么指示？坐。这次演习是一个突发状况，你们属于战区陆军直属，我没有权力指挥，但是对于你们无条件的配合，我表示感谢。首长，您说这话我可不敢当啊！我还没说完呢。御风营第一次在战区的领导面前亮相，所以我才特别动用你们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请首长放心，目前所有信道保持通畅，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有你在，我当然放心了。这是到哪儿了？曾参谋，怎么改走国道了？王连长，王连长，我是曾慕涵，一连王锡林，请讲。王连长，国道没有经过前处侦查，路况不明，而且只有2条车道，车辆编队过于密集，一旦遭遇伏击或是空袭，车辆难以有效散开，将会损失惨重。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机动速度，速度要紧。一旦遭遇远程炮火拦阻，或是空中突袭，该如何处置？敌情通报已经很明确了，对方在全力向董家镇机动，没有可能半路伏击。我建议车队马上拉开安全距离，防空分队分散部署，并打开对空雷达，加强对空警戒。曾参谋，我知道前段时间你的比武表现很优异，但是你也听过赵括的纸上谈兵吧？汪连长，正是出于对实战的考虑，我才会向您提出这样的建议。敌情通报的有效性是在它发布之前，发出之后，一切变化都有可能发生，甚至有可能是陷阱。曾参谋，你是在教我怎么当连长吗？不敢。行了，曾参谋，大战在即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我的指挥能力。你当前的任务是管理好营部侦察分队。明白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分队与1连车队保持适当距离。同意保持车距。这调了队贻误战机，可不是吃不上肉那么简单。放慢车速，保持安全距离。下。报告，雷达发现2架，不，3架直升机正沿国道逼近。还有多远？他们刚才一直故意规避雷达，突然冒出头来。还有不到2公里。这么快？通知所有车辆，闭灯熄火，滑行向前，预防突袭。是。汪连长，汪连长，敌3架武装直升机正在向你逼近，距你不到3公里，请迅速疏散车队，并组织对空防御。许副连长，命令部队，敌方武装直升机马上临空，小心隐蔽，注意防空。是。司机，闭灯，靠边。高排注意，蓝军武装直升机即将临空，所有车辆马上减速闭灯，配合1连的防空力量，迅速做好防空准备。
告连长，全连半数人判定阵亡，退出战斗。许副连长，你来指挥，太不按套路出牌了。连长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您怎么能？战前报告，敌方根本没有武装直升机，他们在违规，我要申斥。申斥也是打完仗之后的事，我们现在还在打仗呢。制枪我已经决定了，下面的仗你来指挥。这个汪麒麟出发到现在，只发布了2条命令，就被人吃掉1半的兵力。他是干什么吃的？他们的对空防护呢？曾慕涵干什么去了？曾慕涵，他刚刚报告过，1连的车队已经转到国道那边了，编队有点过于密集。你为什么不提醒1连？我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对不起，我刚走神了。走神了？梁参谋，因为你走神，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会去承担的。你承担得起吗？我可以接受经过缜密思考的误判，但是绝不允许现在的工作态度。你是我的首席参谋，你走神了，我这仗还怎么打？郭子健，说话还是稍微客气一点。客气？跟谁客气？敌人会跟你客气吗？这是战场，那么多人没上战场就报销了，他们找谁哭去？你说的都有理，但是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吧？我就这样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是在打仗，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是。汪连长，不能在这停留，必须继续前进。曾参谋，我之前呢就有点低血糖老毛病了，又犯了。1连呢，先交给你了。曾参谋，您是营派参谋，请您把部队指挥起来吧。现在1连就指望您了。指导员呢？已经挂了，正在前面升闷气呢。好，我替你撑到身体恢复。1连全体官兵，我是曾慕涵。从现在开始，听我指挥，所有完好的车辆及人员，立即登车，按1路纵队，保持间距，快速前进。同时，1辆侦察车前出侦察前方路况，配属的营防空火力雷达间歇性打开，并与主力部队拉开距离，警戒分队保持警戒。所有战损的车辆及人员靠路边停放，注意安全。其余的问题，出发之后另行通知。首长，根据导条组的统计，刚才龙远山的一招远程截杀，合成1连6成人装退出战斗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连距离彻底丧失战斗力也就1步之遥了。西方战场有一个马蹄铁效应，首长，我看1连这里也出了一块。1连，报告营长，我是曾慕涵。1连的主官都牺牲了吗？为什么你在指挥？指导员牺牲了，连长突发急症，现在1连由我代为指挥，请营长指示。通报1连当前情况。目前人装已收拢完毕，正在向董家镇快速机动。
加强侦查，尽快抢占有利地形。对方会使用空中力量，会比我们更早占据有利地形。我正在研究作战方案。好，有敌情随时通报。是。还是被对方钻了空子。什么意思啊？空突的使用。你们参谋组为什么之前没做方案？主要是因为这个空突里路程太远了。当时我计算过路程，就算是我们用直升机编队来接一连，其实与我们自行赶过去的时间也是一样的。可至少不会让对方那么轻易就得手。事都已经过去了，就不提了，好吧？仗没打完呢。山鹰，我是蜜獾。我是山鹰，请讲。我已接近目标，隐蔽完毕，请指示。寻找敌方首脑，实施斩首，这是目前扭转局势的唯一途径。蜜獾明白。要是多几个杨宝林该多好，还是人手不够用。郭营长，如果你觉得我不称职，你可以打报告，我随时可以离开。我这话不是针对你，想多了。哎，你们俩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啊？一个浑身长的都是刺儿，到处扎；一个让人家随便扎。你们俩今天要都是这情绪，这仗还打不打了？报告连长，我们连已抵达董家镇外围。对方既然选择空中机动，那就不可能携带什么重型装备，极有可能是1到2个轻型步兵连。这么说，咱们的重装备虽然少，但是其他装备有优势，可以一战。我也只是个想头，还没往后面琢磨。你作为一个指挥员，必须把事情想到后面的1步2步，甚至3步4步。我决定，把我们1连的所有装备、兵力集中起来，先拿下位于董家镇的关键点，据守待援。等到后续增援到达，我们再全力对镇政府实施强攻。可是，行了，就这么定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不行。这明明是个机会，怎么不行？1连战损严重，就算对方没有重武器，也不适合高强度强攻。除非目标明确，并且是重要据点，否则重型武器腾挪优势不大。那你说，怎么打？我建议，目前人桩分成2个部分，一部分先行在镇政府南侧丛林地带隐蔽待命，另一部分轻装渗透，寻求战机，同时对董家镇进行全方位侦查，找出敌方重点布防部位，为我方重线火力提供精确坐标。行吧，就这么办。我马上落实。作战行动发起前后，及时向营长汇报。是。报！营长，1连已经到达董家镇外围，这是他们报上来的作战方案。
可以，加上一条，董家镇是老矿区，巷战时候必须要注意坑道。是。这蓝军的战术素养真不含糊啊！这几个构筑的防御点真够刁钻的，前后梯次配备，相互错落搭配，彼此呼应配合，也有点意思啊。我怎么看这个阵眼熟啊？你们看，这像不像排长上次给我布置的那道作业？就404里现代城镇攻防的那套。还真有点像，只可惜今天杨排长没和咱们一起行动，曾参谋也顾不上我。要不，我们先把预判信息都发送给营长吧。我看行。一共有6个目标点。这帮小子还真长脸啊！居然能判断出是404旅。这是演习开始以来我听到最好的消息。胡振华到，命令远火分队对以上目标实施精准打击。是。远火的评估为什么还没出来？营长，这也太巧了，我们刚准备启动远火，远火就给灭了。曾参谋，刚刚有主通报，2连、3连还有20分钟就会全部抵达董家镇外围，到时候就会集结兵力，全面的强攻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先发制人，这样还可以立个头功？个人立功在其次，整个战局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按你说的话，怎么打？在蓝军重型火力到达之前，渗透进蓝军布防区域，使其失去重型武器优势。我不这么认为。现在的情况，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很明确了，马上就会陷入城镇绞肉战。所有的城镇作战，都是电话亭里的白刃战，无法依靠大兵团重武器强势碾压。相反，小型突击群的灵巧牛皮糖策略，才是取胜的关键。我支持曾参谋的意见。前几天咱们研究城镇作战的时候，梁参谋也讲过，指挥员对作战进程的影响程度比在野外要小得多。许多事情取决于指挥员和个体战士的主观能动作用。我知道，但我们这是董家镇，不是莫斯科、柏林，更不是摩加迪沙、格罗兹尼。但他们都具备现代城镇作战的基本特点。在过来的途中，我已经对董家镇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。因为涉及到矿区排水的缘故，这里有很多的地下坑道。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些地下坑道，秘密潜入，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行吧，进坑道。徐副连长到，命令部队在进入坑道之后，3人一队，交替前进，注意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排长，我估计蓝军首长跟咱们营长一样，肯定在指挥车里进行指挥，不会设立实体的指挥所。这个不用你给我上课，就算要找指挥车，也要从警卫部队的警卫部署去找线索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。镇政府虽然是作战重心，但很显然，指挥中心不在那里。报告营长，22连已配属单位，均已到达董家镇东侧，现已做好突击准备。3连及配属单位均已到达董家镇西侧，现已做好突击准备。命令，5分钟后突击镇政府。报告，蓝军重型装备距我不足10公里，15分钟之后会形成前后夹击态势。2连、3连向董家镇纵深推进后，要立即形成犬牙交错之势，抢占3到4个制高点，反制增援阵地。明白。
203连立即以排位单位组建小型强击组合，按照既定作战计划接敌之后，立即向城镇纵深推进。要有你。